從2026年7月1日開始，馬來西亞提高了 CBU 電動車的進口門檻。理論上，這會給本地 CKD 組裝和汽車零部件供應鏈多一個機會。這聽起來對本地組裝和汽車零件供應商當然是一個潛在機會。剛好 Phytech 手上也有新訂單、新項目，但汽車零部件公司的現實很簡單，訂單來了，利潤卻跟不上來了，就算跟得上 ，cash 也未必收得回来。所以 Phytech 接下來真正要證明的不是故事，而是3個數字。今天這支視頻，我們一起拆解這家公司。Phytech 現在不是沒有催化劑，主要有3個。第一， Phytech 拿下了 Proton 新車型的座椅供應合約。第二， Hyundai Staria 項目預計從2026的第3季度開始貢獻收入。第三，就是剛剛正式生效的 CBU 電動車新政策。Phytech 在2026第1季度財報裡面也提到，這項政策可能推動部分外國電動車廠商考慮轉向馬來西亞做 CKD 本地組裝，進而增加本地汽車零部件的需求。所以你看，3樣東西放在一起，故事當然有政策，有訂單，也有新項目。但市场現在已經不會因為看到這幾個關鍵詞就自動給高分，它要等季度財報證明這些機會到底有沒有真的兌現。所以我們先拆 Phytech 的業務，再看增長有沒有利潤質量，最後看錢有沒有真的回来。要看 Phytech 第一件事不是看股價，也不是看 PE， 先搞清楚它的錢從哪裡來。Phytech 不是站在 showroom 裡面賣車的，它躲在車廠後面，從汽車內裝包附件一直做到整張汽車座椅。這2個業務看起來很接近，但邏輯不完全一樣。先講汽車 covers， 它不只是你坐下去的那層皮，車門內側、排擋、手剎這些地方，只要需要包覆材料，都可能是它的生意。除了直接供應給車廠，新車交車前的加裝，還有後續替換市場，它也有參與。汽車座椅就不同，這個業務更直接綁在 OEM 車型和汽車生產量上。客戶的車賣得好，產量增加， Phytech 才有更多 volume， 車型賣不動，車廠減產，它也會跟着慢下來。來看2026第1季度， Phytech 總收入是 38.9 million， 去年同期是 29.4 million， 增長 32%。但拆開以後，你會發現增長不是平均來的。汽車 covers 收入是 15.3 million， 去年同期是 15.5 million， 基本上沒有什麼增長。真正把集團拉上去的是汽車座椅，這個業務的收入從 13.9 million 增加到 23.5 million， 所以 Phytech 現在的增長邏輯很清楚， covers 是老本行，汽車座椅才是目前的增長核心。接下來市場重點觀察的也是這個業務能不能持續放量。馬來西亞提高 CBU 電動車進口門檻以後，部分外國車廠理論上會重新算這筆賬，繼續整輛車進口，還是考慮來馬來西亞做 CKD 本地組裝。一旦更多車型轉向本地組裝，本地汽車零部件供應商當然有機會受益。但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對照， Phytech 自己引用了 MAA 的數據，2025年馬來西亞 TIV 是820千輛，2026年 MAA 預計是790千輛，大概減少 3.7%。 換句話說，整個汽車市場其實不是在高速擴張，它是在降溫。所以 Phytech 面對的不是一個大盤全面起飛的環境，比較準確的講法是，總市場放緩，但供應鏈結構可能發生變化，這個分別很重要。如果是整個市場變大，很多公司都可以跟着增長，但如果是供應鏈重新排位，結果就會很不一樣。你要進得了 OEM supply chain， 進去了還要穩定交貨， volume 上來以後還要守得住成本。政策只是創造機会，最後誰拿得到訂單還是看執行能力。簡單講就是老天賞飯吃，你也要有能力拿得起筷子。很多散戶看公司 announcement 最容易踩進一個坑，看到合約金額很大就覺得哇，這家公司要爆了。但汽車零部件公司不能這樣看， Proton 這張合約預計收入是 96.8 million， 聽起來很大，但拆開來看可能你會失望。這張合約是分84個月，也就是7年來慢慢賺，平均下來一年大概 13.8 million 的 revenue， 所以不是今天 announcement 一出來，明天 96.8 million 全部衝進 revenue， 沒有这種好事。它更像一個長期供貨機會，這種收入比一次性 project 有重複性。一款車型只要持續量產， Phytech 就有機會繼續供貨。但它又不是 subscription， 合約簽了不代表每個月固定收同樣的錢，最後還是要看這款車賣多少，
車廠生產多少，客戶實際下多少訂單，車型生命周期有多長，所以這類收入不能說差，但也不能當成完全穩定的 recurring income， 它比較像會重複發生，但跟着客戶車型周期變化的 OEM 供貨收入。對 FATECH 來講，下一步是這些項目能不能變成穩定的量產和季度收入。一句話 ，announcement 是開胃菜， production volume 才是主菜。前面已經看到 FATECH 的收入增長主要來自汽車座椅，接下來要看的是這份增長有沒有帶來更好的利潤質量。2026第一季度 FATECH 的 gross profit 是 10.5 million， 同比增長 79.7%， gross margin 從 20% 提高到 27.2%， PAT 則從2 million 增加到4 million， 增長 94.2%， 差一點翻倍。當然有人會問，是不是去年同期太差，所以今年看起来特別漂亮？這個問題問得對，所以我們不能只看去年同期，我們也要對比上一個季度。對比2025年第四季度 ，revenue 繼續增長 12.2%， 上季度 gross margin 是 25.7%， 這一季再提高 1.5 個百分點 ，PAT 也增長 42%， 這樣就比較有說服力。至少短期來看，這不是單純靠去年低基數制造出來的漂亮數字。再拆到業務層面，按 segment 的 revenue 和 profit 來計算，汽車 covers 的 gross profit margin 從大約 26.4% 提高到 31.6%， 汽車座椅更明顯，從大約 12.7% 提高到 24.3%， 接近翻倍。這組數字剛好支持公司講的兩個原因：第一，賣的產品組合比較好；第二，產量上來以後，固定成本攤得更開。製造業就是這樣，廠房已經在那裡，機器已經買了，員工也已經請了，你一個月做1萬套和一個月做2萬套，很多固定成本不會跟着翻倍，所以 volume 一上來，同一套成本可以分攤到更多產品， margin 就有機會改善。但這裡有一個值得繼續觀察的地方，汽車座椅雖然是增長引擎，它目前的 margin 還是低過汽車 covers， 也就是說新業務跑得比較快，但老本行目前還是更會賺錢，所以汽車座椅接下來不只要繼續增長，市場還要看它的 margin 能不能繼續提高。另外，這個季度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也增長了 24.7%， 主要來自計提的印花稅費用，還有存貨撇銷撥備。公司表示，這兩項都屬於一次性項目，在這些額外費用拖着後腿的情況下， PAT 還能有明顯增長，這一點確實厲害。但一個季度還不夠，好的 operating leverage 應該是 revenue 上來 ，margin 守住 ，profit 跑得比 revenue 更快。如果最後只是工作的更多，公司變得更忙，那還不算高質量成長。所以 FATECH 的 PAT 增長 94%， 股東當然高興，但是製造業不能只看 PAT， 因為 Profit and Loss Statement 只是告訴你賬面上你賺了多少錢， Cash Flow Statement 會比較現實，他直接打開銀行戶口問你一句，錢呢？2026第一季度 FATECH 的 Net Cash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是 13.2 million， 是本季 PAT 的3倍多。這個季度購買 PPE 只有 0.2 million， 簡單算下來 Free Cash Flow 大概有13 million， 這是這一季比較漂亮的地方。至少這一次不只是賬面利潤增加， Cash Flow 也有表現。不過這個數字不能直接乘4，因為 Cash Flow 很容易受到 Working Capital 的時間差影響。這個季度 Inventory 下來了， Payables 上去了，同時 Receivables 就像家裡洗不完的髒衣服一樣越來越多了。所以接下來要盯的是新項目 Ramp Up 以後，客戶欠的錢會不會越滾越大，庫存會不會重新堆高， Operating Cash Flow 能不能持續跟上 Profit。 很多制造公司不是沒有 Profit， 而是 Profit 一直沒有順利變成 Cash。 就像你朋友每天跟你說這個月賺很多，結果每次去吃飯還是你買單，幾次以後你自然會問 Bro， 你的錢到底在哪裡？所以2026第一季度的 Operating Cash Flow 是好信號，但一個季度還不是結論。再看 Balance Sheet， FATECH 現在最需要擔心的不是高債務暴雷。2026第一季度它的 Total Borrowings 是 57.9 million， 當中 Lease Liabilities 是 41.9 million， 而 Cash 是 39.2 million， Other Investments 是 130.2 million。 我們現在拿出計算機自己算， Cash 加 Other Investments 是 169.5 million， 扣掉 Total Borrowings 的 57.9 million， FATECH 的淨現金大概是 111.6 million。 所以短期償債不是目前最核心的矛盾，更值得看的
是資本配置，因為 FATECH 手上還有不少 IPO proceeds 沒有用完。接下來，公司還準備買地、建新廠房和倉庫，還有 Cooling Plant 2等計劃。這些錢花下去以後，如果帶來更高 revenue、更好的 margin、更高的 ROE， 那當然是好事，代表公司把 cash 變成了會賺錢的資產。但如果大量資金投下去，廠房更大了，機器更多了， profit 卻沒有明顯提高，原本很漂亮的 net cash 可能慢慢變成一堆回報率普通的資產。股東要的是這些錢花出去以後能賺到更高的回報，這也是為什麼 DPB 不會自動帶來重估， net cash 也不會自動帶來重估。市場最後還是要看資產的賺錢能力，不然就會變成 net cash 很胖， ROE 很瘦。所以接下來6到12個月，我看 FATECH 只看3件事。第一 ，revenue， Proton 新項目有沒有逐步進入量產？ Hyundai Staria 有沒有按計劃開始貢獻？汽車座椅這個增長引擎能不能繼續往前走？項目先變成收入才算過第一關。第二 ，gross margin， revenue 上來以後 ，gross margin 能不能繼續守在20多%的水平？更多的 volume 有沒有繼續帶來更好的固定成本分攤？還是新項目很多，最後全部都是低 margin 的項目？第三 ，operating cash flow， 賺到的 profit 有沒有持續變成 cash？receivables 有沒有跑得太快 ？inventory 有沒有重新堆高 ？cash conversion cycle 有沒有惡化？這3個數字分別驗證3件事：項目有沒有變成收入？收入有沒有變成利潤？利潤有沒有變成現金？這3關如果持續過，市場才有理由重新思考 FATECH 應該怎樣定價。說到底，故事負責感動，數字負責清醒。所以 FATECH 這家公司不是沒有機會，政策有了，訂單有了，新項目也有了，但這些東西目前還在驗證階段。接下來市場會繼續等它交成績單，而我會看的就是 revenue、gross margin 和 operating cash flow。如果你覺得我的視頻能夠幫你做出更理智的判斷，記得把這支影片 share 給你的朋友。這家公司是我之前答應觀眾會 cover 的，接下來我們會 cover 的公司也在這裡給大家看了。我們下期見。